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张嘉玲议员、张启凯委员、江敏基院长、赖士葆委员、林佩祥委员、张思刚议员。好，日本自卫队说他的飞机2次被大陆战斗机的雷达照射，所以呢，高市首相说极令人遗憾非常令人遗憾那另外呢，这个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日本的防卫大臣就等于我们的国防部长说要强烈抗议因为照射了日本的自卫队的 F-15的飞机驾驶，大陆也是15，叫歼15 F-15那另外呢，这个日本把中国大使招来抗议，北京说你跟我抗什么议啊？我们被你倒打一耙，是你来干扰我们的演习，旁边一直偷收集资料所以呢，日本是炒作你故意要渲染紧张的局势，那日本就反击说呢，我们没有阻碍你共军的演习，乱讲吵架吧就吵架那另外呢，这个说中国的叫火控雷达2次照射，那前自卫队的干部说这很危险，像拔枪一样，很挑衅，好像随时接下来就可能要发射了飞弹要打你了大陆外交部说我们不接受日方你的交涉，你不理你交涉什么那另外呢，因为日本跟中国要打仗了，两国的军工股大涨军工股就唯恐天下不乱，涨价了我们看一下。大陆近来军事动作频频，还在俄罗斯境内举行第3次中俄反导弹联合演习。此次联演不针对第三方，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这是时隔8年，大陆再度公布与俄罗斯举行反导弹演习，虽然没有公布细节与代号，但仍被解读是两国军事合作升级。与此同时，中日关系持续恶化。Japan is accusing Chinese military fighter jets of locking their fire control radar on Japanese aircraft twice on Saturday. The system helps guide weapons and could signal a potential attack. 日本防卫省首次公开 F-15战机2度遭解放军歼15锁定，而所使用的火控雷达，资料显示其实是利用雷达扫描和火力控制系统提供距离、方位等参数，并控制和引导武器发射，是战机攻击前的关键動作，挑衅意味濃厚。今回のレーダー照射というのは航空機の安全な飛行に必要な範囲を超える危険な行為でございます。でこのような事案が発生したことはもう極めて残念で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号回应，将强化对解放军的警戒监视，并强调会冷静应对。面对大陆步步紧逼，日本也在积极拉盟友。正在东京访问的澳洲防长明确力挺日本。The events last night are concerning,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tand with Japan in working with Japan. 会谈结束后，日澳防长换上运动服一起跑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希望用并肩慢跑展示两国亲密关系。赖伟，这看起来还蛮紧张的这个火控雷射这个雷达照射那感觉就是什么？这就是锁定你嘛。我们讲 lock in 的这样锁定，下个动作就是打了。所以它等于是这个武装攻击前的最后一步就是先帮你这样锁定，然后就要打，那你就会看这个动作当然是极为也不友善了那当然后来的中国大陆会说，这不是我不是主动的呀，是你来吵我的，我在这里演习呀，各说各话嘛那中日两大国这样子两个的对峙这样子紧张的态势一直提升，你就发现到说，好像一副快打起来的样子可是什么？可是马上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居然传出个消息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联合利剑演习西联合利剑西要对台湾演习那就奇怪了，你们两个在吵架，怎么会看到我这里？这个就是一个物理的所在，就是因为这一次的风波是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所提出来的台湾有事，用白话文讲就是台湾有事，日本不排除要出兵，我要出兵这个严重。那中国大陆等于是借这个机会，他开始就修理日本了，说这个东西台湾是我的，加强对这里台湾的巡逻，这个巡逻，而且这个要干扰的飞机也多了。另一方面，在联合国里面又搬出这个相关东西，要敌对条款，然后敌国条款。如果你是战败国
你是准备国，当初是大家说啊，这个就让你可能是比较好过一点。现在的话，我们要清理一下你过去来讲，你犯了哪些战行，我都可以一一的跟你清算。所以整个来说呢，你会发现说，我是觉得很奇怪了哈。中日两国的紧张是因为台湾问题紧张，那台湾的人为什么会很高兴呢？特别是绿营的人很高兴，好像他们两个越吵越凶，我们就得利一样啊。怎么会得利呢？他就进一步对台湾就步步进逼。不要忘了，各位，这几年来中国大陆不断的对台海的一个所谓的干扰之后，我们的腹地越来越小，我们的范围越来越窄，而且中国大陆已经对国际上塑造一个形象，那个形象就是台湾属于它的内涵，所以他要怎么做是他的内政的问题，其他国是不能干预，这个要想一下。去看。这个是非常危险一件事情哈。那最重要是什么？台湾不能有事，不要像这个高市早苗讲的哦，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现在弄到搞不好日本有事以后，台湾也有事，那就麻烦了哈。现在这个多危险呢？它是像是那个手指已经扣住了那个扳机，它只有就是已经锁定了啦，只是它没有扣那个扳机，扣的话就射出去嘛，就是所谓的枪已经拿出来了，对着你，只是没有打进去，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可是你说中国大陆那边有要让步吗？他不是只有做这个动作，他是一方面跟你讲说我是在演习，你来干扰我。更重要的，他把那个1967年啊，在那个罗布泊，他先试射的那第一枚那个氢弹，他把那个画面来试出来。这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哈，第一个国仇家恨，对中国大陆来讲，那是个民族的那个仇恨。你看你到大陆去那个南京那个屠杀的那个纪念馆，很多中国人对以前日本那个侵略那8年。他那个就是那种心里那种仇恨、那种痛恨，还是非常非常深的。第二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高市早苗为什么要讲台湾有事，这个日本就有事？他以前现在只有自卫队啊，他现在看起来就是他希望他重整他的这个军备嘛。虽然一方面要求美国去支援他，一方面他也希望他找到一个理由，美国也可以多帮他。所以这两个理由都非常严重，就对中国大陆来讲国仇家恨，对日本来讲，他现在看起来是一个会不会是一个军国主义的一个复辟？这两个只要其中有一个是比较有冲突的，台湾就整个会被剪进去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美国。今天这个英国这个《金融时报》就讲了，他说美国曾经答应跟日本一直在交涉说你们给他倒沙钢铁嘞，就到目前为止，川普就不讲话啊。所以现在美国的态度也非常清楚，他在跟中国急着要做某些这个和平、做某些这个贸易的这个协定的时候，他不只是台湾把你丢着啊，他是连日本跟他关系到密切，他都没办法帮忙了。所以现在台湾要非常明确的，第一个避免日本有事、台湾有事的同时，第二个你要看清楚，美国现在已经慢慢做一些改变了，特别是川普上来以后，整个地缘关系都是改的。他以前你看拜登的时候，他是跟我们这是站一起的，跟中国大陆是对抗的，现在不是哦，现在回过头来了。现在他看起来是站在中间角度，甚至跟中国大陆是越来越好。我们自己怎么自保，自己要好好去想一下这个事情。对，因为现在台湾要注意，美国、中国有没有站在一起啦？他现在看到很多地方都站在一起了，乌克兰站在一起，这边站一起，那边站在一起。那另外呢，时隔8年，中国跟俄罗斯举行第3次的反飞弹联合演习，而在俄罗斯领土上举行哦。那另外呢，这个日本抗议，他被雷达锁定以后呢，辽宁舰掉头北上，辽宁舰掉头北上，然后呢，日本防卫省说在冲绳周边2天，辽宁舰的飞机起降100次，一直在演习，起降那另外呢，解放军报说，日本如果破坏战后的这个国际秩序，将自取灭亡就警告你那好吧，这个日本跟澳洲刚刚也看了，他们也合作了，反正大家都各去拉他的盟友了来，佩翔。我们必须很认清一个国际上的现实，就是每个国家都是为自己打算。那为自己打算的不是只有国际之间的情势，还有他们国内之间的政治。高市早苗上任之后，其实严格讲起来，他算是个弱势首相，甚至很多当初他刚上任的时候，日本的政论家很多人认为说他撑不过半年，但是高市早苗成功的利用所谓的这个 nationalism， 也就是所谓的国族主义，因此他在他的国内的这个支持度急速的爬高到75%左右。但是他用挑衅大陆这种做法的时候，他的
在各方面大陆的这个回击也是非常的快，不管是有关观光，还是有关贸易，甚至现在直接有关地域性的事情。我想未来应该在很快的这2-3个月之内，应该钓鱼台的事情很快要被谈出来了。但是对大陆来讲，他们也有他们本身的国族主义需要去满足。我们台湾有这个塔利班，大陆也有小粉红，所以他们需要满足一些小粉红的需要。没有说真的，他们需要满足小粉红的时候，日本是远比台湾更好的对象。因为有当初的这国仇家恨，所以他们一方面要去满足他们小粉红内部政治的压力，一个方面也是他把内部的这个经济上的压力直接外转。外转的时候呢，因为大陆现在的经济可能没有办法像当初预期的那么好的时候，他把经济外转之后，他把这压力外转，同时之间他也是在跟美国喊话说，我在亚洲我要做主导地位，不管你美国怎么样，我就是要做主导地位。那在中间，美国就很有趣了，因为美国的国策从拜登的拉全世界来特地对付那个 BRIC 这些金砖国家，变成是说现在都是 one on one， 全部都是一个跟一个去谈判来去做对抗的时候，美国现在最需要的，发现说关税贸易战，他们最想威胁的大陆威胁不起来，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我要跟你大陆好好谈。而在他们有谈出任何结果之前，美国都不想破坏之前目前美中之间有机会坐下来的情势来谈。所以结论就是，我会认为说，在川普，除非他真的谈到很好的 deal， 不然在2028川普卸任之前，这个所谓 G2 的这个状况，至少在东亚会是我们现在看到最现实的事情。而美国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美国吸取了很多过去历史上的教训，所有的大帝国要是灭亡之前，都是 open 很多不同的战场，在它的边界。去想尽办法开不同的战场。美国现在在委内瑞拉已经开战场了，在乌克兰也还没收起来。以色列以巴现在是不是暂时停火，还是永久停火不知道。他没有必要在亚洲有2个火药库，一个是台海，另外一个是南北韩。中国跟日本本来不会的，但是因为高市早苗他自己内部的压力，他要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会认为说，美国在这边他会想办法尽量节制，不只是节制日本，也会去想办法去温和下来，去 smoothen 这个中国大陆的压力。现在再回来。解放军很少见哦，公开潜艇集群，潜艇一艘一艘嘛，一群哦，而且呢，导弹垂直下杀，看到没有？哦，垂直下杀，哗，就这个超音速哦，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垂直就哇，示威了哦，示威。那所以美日你要干涉台海，小心哦，也许你们抢，但是在局部。我有优势，至少有局部优势。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说，他没有意思改变台湾的现状，他要用实力嚇阻中国，但是不会有不必要的对抗哦。那另外呢，民主党就说，你川普的国安策略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啊。那当然，美国也有影响力，这边也给钱，那边也给钱，当然有影响力嘛。他现在这边不想给钱，那边也不想给钱，影响力就会小。但是美国问题也不可能像以前一直给钱呢哦。那前国安局长李祥宙说，美国的国安战略呢弱化对台湾的承诺哦，但是民进党很高兴，民进党说强化对台湾的承诺。你看一个策略2种解读，为什么民进党认为强化？因为呢，他第一任的时候3次提到台湾，这一次呢有8次提到台湾，所以觉得你看我们多了5次哦。但是呢，他这个不再用一中政策，用常年宣示的政策啊。另外呢，他对中国也不指明了，他就说是西半球以外的这个竞争势力，西半球。那你对照赖清德说境外敌对势力、恶邻居，美国就是表示的还蛮客气的哦。那另外呢，这个美国战争部长国防部长现在改成战争部长了，说告别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我们已经不讲什么理想了，不讲理念了，现在只讲实务实际哦。所以呢，《纽约时报》说他现在是利益至上，民主靠边，民主不重要了。这个国家有没有民主不重要，利益对美国亦有利于无乎？对我有利吗？哦，哎，那克里姆林宫说川普太好了，
说他的新版国安战略跟俄罗斯的立场大致都一致的。就是欧洲我也不要管了，欧洲你自己管你自己。美国以本土为重，最重要的是本土。那以前呢是讲说这个反对台海之间任何一方发生变化，片面变化，现在改成不支持片面发生变化。所以以前是反对，现在是不支持，就强弱又有别了。那另外呢，美国众议院的国防授权法案出来，参议院有说希望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但这个居然被众议院删掉了。说不要邀请了，而且讲邀请，每次也没邀嘛。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说，如果老共打台湾的话，要登陆的话呢，桃园，为什么呢？因为靠近台北港，还有靠近国际机场，所以不容易。每年老共真的能登陆，大概只有3、4月、9、10月，其他时间夏天有台风，冬天有东北季风，那个海象非常的困难。所以当时先民要移民台湾的时候很不容易，要横渡黑水沟，那是很辛苦的但是如果他要来，他先用飞弹把你摧毁，再来呢这个3、4月或者9、10月上来但是呢挑哪里呢？挑桃园我们看一下。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加州雷根图书馆的雷根国防论坛上表示，川普的弹性现实主义是以美国自身利益为优先，要打造全世界最强军队，嚇阻战争，但不会为其他国家而战。We will not send America's best to advance foolhardy or reckless adventures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It also means not asking them to pick up the tab for allies who should fund their own defense. 在川普政府的国安战略下，美国国防部的4大工作目标是保卫美国本土与西半球，以力量而非对抗来嚇阻中国，提高美国盟友伙伴的分担责任，以及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注入强大动能。其中，以21世纪的门罗主义恢复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和确保北京看见无可置疑的美军力量是作战部队的主要行动。赫格塞斯强调，美军在印太地区会维持强大，确保在必要时能够在第一岛链和整个印太地区保持长期作战能力，让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We're not trying to strangle China's growth. We're not trying to dominate or humiliate them. Nor are we trying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over Taiwan. Respecting the historic military buildup they are undertaking. Our department maintains a clear-eyed appreciation of how rapid, formidable, and holistic the military buildup has been. We take these capabilities seriously. It would be silly and frankly disrespectful not to. 川普借鉴前美国总统雷根在冷战时期以实力实现和平的外交理念，赫格塞斯主张川普是名副其实的雷根继承者。来，院长，这个美国一向是从地缘政治现在变成国际交易理论。赫格塞斯说对了，美国现在开始不重视价值，他们只重视价格所以很务实的一个民族。川普这一次把国家安全战略就简称 NHSS 他有几个重点跟各位报告一下。其实，在《纽约时报》跟《华盛顿邮报》都把川普形容成阿特拉斯，就是那个被宙斯惩罚，然后背整个地球撑起来那个人就用这个来形象他。那另外一个漫画就是川普累了，他不想再背地球了，所以就肩膀就松下来了那这一次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或者国安战略里面有几个重点，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就是我先讲结论过去美国对于盟友都是我掩护你前进，我帮你，我 cover 你。现在的川普是我掩护你自己前进我掩护你前进，逗点不一样，意思完全不一样。本来是我掩护你前进I cover you up现在是我掩护你前进I cover you up。对，所以等于是 cover your asshole 他完全不理你了。川普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它有几个重点。第一个，把防止台海冲突列为优先目标。他提台湾提了多次了，但是却把从这种文字从反对改成不支持，承诺下修。各位知道那个语气完全不一样，不要因为他多次提到台湾，觉得他对台湾友善，没有。例如，反对跟不支持，语气在语义学上完全不同。我反对霸凌，跟我不支持霸凌差别很大。我反对霸凌就是语气很坚定，绝对不允许，零容忍。我不支持是你要怎么做，只要我不看到就可以，那个差别太大了。第三，他把嚇阻这件事情刚刚那个战争部的部长讲起来振振有词，可是各位他看到西部的内容，他在亚太章这个地方谈什么呢？所有的嚇阻他是把成本外包给所有盟友，美国不出钱这么所有人要分担所有的成本，他得把嚇阻外包出去了 ，OEM 出去了。第四个，他对中避战跟对中和解
双轨并行，最后他以美国本土优先，以西半球优先，欧洲被当成问题本身。他在叙事整个欧洲的故事，谈到的是文明衰退，他呢是整个战争上不容易结束的一个地方，所以他再不理会欧洲，在大西洋工业组织大概也不会再花更多的钱上面。所以整个说起来，其实路透社把整个川普最近的这些对台湾或对亚太或者对整个全世界的观点立场做了一个分析了。他说以台湾为例了那个路透社说，看起来文字上像升级，其实对台湾的支持是降阶，用真精准，数字增加了推到台湾，但是文字从反对变不支持，把这个贺主呢完全去外包。同时，刚前面第一段提到说，其实美国不是没有对这个所谓的火射雷达没有表示意见，他有，他是由国务院的一个副发言人出来发推文，而且文字呢非常的温和，请他们两方不要吵架。川普前一阵子还跟那个高市长苗说啊，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接下来呢，前两天打电话给高市长苗是说，不要尽量降低跟中国产生不必要的战争冲突紧张关系啊。所以可能川普觉得高市长苗头不对了啊，要有点闪。但是回过头来我要讲的结论就是，比较起来，其实不论是从前面的这个中日方面的冲突，或者现在看到川普的个性，其实很明显的重点都是台湾，但台湾基本上都只是人家的一个棋子上的一个棋盘上的棋子而已。这个我们这特别解释特别注意。我想这2年来经济安全跟国家安全是几乎要画上等号哈。那美国对于台湾的地位，当然，台湾掌握了这个大部分的科技跟半导体的这个全世界的战略，相信大家都知道。对川普来讲，台湾如果能够安全，台湾能够安全，甚至在南海地区有大概全球1/3的这个船只都经过这个南海地方哈，那台湾的战略地位当然相当重要啊哈。所以其实在这个他的国家安全战略上面，其实他有特别提到说，他们企图要建立这个我们第一岛链的一支属于这个协防的军队，好，应该是这样说哈。所以刚刚当然院长你的观点是这样，我观点比较不一样哈。我认为说其实。当美国长期以来希望肩负着这个区域印太的和平安全，我们自己也要肩负一些责任啊。我必须坦白这样讲，所以在他的安全战略里面，他也点出说，希望在第23、24页，他点出说，希望在这些盟国里面，自己也要肩负一些责任，然后呢，让这些港口相关的重要的地方，可以让美军一起来协防做处理哈。前阵子我们也看到说，美方也出来呼吁说，希望这个台湾跟中国的问题可以在透过投资第3个地方去做协防的这个布局啦哈。所以我想，无论大家怎么去解读说，川普是不是退后啦，或是之前呢？我觉得反而是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具备了哪些实力。好，像这个汉克赛斯，他也这样讲没有错啊。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大可不要妄自菲薄啦哈。但是日本高市早苗跟这个中国这几天来哈，应该有差不多3个礼拜吧，1个月来，对，刚好满1个月。对，我想民进党没有人在高兴啦。我们都希望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这是我们的首要之务。但是我们也要感谢高市早苗帮我们讲话，但他帮我们讲话，他承受这些风险，我们也不应该骂他，我们也不应该笑他，我们也没有什么高兴的余地。我们只希望说，台湾这么小小的国家，既然占了在世界上的地位小国，但是我们有一些经济的影响力，我们的半导体相关的科技产业在世界上占有那么重要的地位的同时，我们希望我们肩负着和平安全的使命，这个才是我们最需要的。我觉得最近一连串的国际情势的变化，其实对台湾来说，其实坦白讲高兴不起来啦。坦白讲高兴不来，也许并没有说直接的威胁，或者直接的把我们的一些利益呢，很明确的去做一些切割。但是整个的国际情势，然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一些交往，还有一些对于国际秩序的私底下的默契，我觉得那个默契的成型才是我们要去关心的。你看日本的这个高市的这个言论，当然我们对于中国大陆一些过度的反应，我们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啊。但是当他在寻求美国强烈支持的时候，美国也是有副发言人就讲，所以看得出来，就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川普觉得重要的、关乎自己利益的，川普自己讲。其他就是官僚系统的制式回应的，我就交给国务院的发言人或副发言人。他基本上看出他的心里面每一个事情的重要性跟这个高度
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在看这国际局势的时候，这1年来，我觉得越摸越清楚。第一个，他用大国建构国际秩序。俄罗斯大家都觉得俄罗斯真是一个侵略者，但是川普就一直是跟他交易，跟他交易结束之后，我再跟乌克兰谈。今天中午，乌克兰总统说他跟美国的官员电话会议，大概谈出一个结论来。然后其他的这些跟中国大陆为了4月份，因为他要去访北京，在4月之前。这个中国大陆跟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气氛，不容许一些突发性的事情去捣乱整个气氛的进行，因为他可能要跟他进行一个比较大的交易，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局势之下，虽然我们是编了1兆2000万这些钱这个就去买一些军备，但是真的买到安全吗？我们买是花了钱，但是我买到真正的安全，那到底要买什么东西？还是这个是美国？这个开单你付账，所以我觉得这一连串的这种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思维跟思考逻辑、决策模式来去应对新的变化，否则的话，如果按照过去的想法，我们到最后可能会踩个大空。今天那个川普的儿子讲话，我觉得蛮严重的。川普儿子跟他名字一样川普，但是 Junior 加个小。他说乌克兰的贪污比俄罗斯还严重。他说他呢到摩纳哥。就是法国旁边的摩纳哥有赌场这边不是北非的摩纳哥在欧洲，他说发觉很多这种开着法拉利什么就几千万的跑车的，挂的那个牌照都乌克兰牌照。他说乌克兰有钱人都已经跑了，现在去当兵的都是农民的孩子，所以他说我爸爸川普有可能不管乌克兰，如果谈不好就算了，你们自生自灭好了。美国如果不管乌克兰还能撑多久呢？欧洲真的能够去帮助吗？就是大家认真思考的问题。休息一下再回来。